蓝若若一脸黑线。战维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战维很无辜地道，我很正经呀，我又没有嬉皮笑脸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吗？蓝若若哑口，顿了顿，她再次说道，你是不真想相亲的。若是不想相亲，那傍晚的那一场相亲，我就不用再费心安排。接下来的那1个月相亲都取消了。虽然我们签了协议，白纸黑字的我不能反悔，但若是你不配合，那就是你的过错，与我无关了。我反悔也不能说我的问题。战维说道，我不是来了吗？你安排我和你公司员工相亲，我人来了呀，还给他送了一束花，你怎么就不配合了？蓝若若有点气结地说道，你是过来相亲了，但你表现得不行呀，你没有和相亲对象互动，不知道给人家加点菜，老给我加菜做什么？那样只会让你的相亲对象误会咱们，以为你是跟我相亲呢。战维很无辜地道，可是我对季小姐不了解啊，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菜，哪敢胡乱给她加菜。我跟季小姐完全就是陌生人，不了解也不熟悉，聊也没有什么好聊的，层次也不一样，咱们聊的都是生意，是项目。季小姐能跟我聊的只有职场上的事，聊他们办公室里的八卦是吧？这样的话题我还真聊不来，因为我没有像季小姐那样的职场经验。蓝若若想反驳，她也是一个打工者，记起她初入阳泰就是职业经理人，当时是除了老板之外，她是最高职位的人，老板完全将她当成救命稻草，将阳泰完全交给她去管理折腾。她从进入阳泰开始就能在公司里说一不二，还真的没有季美珍那样的职场经验。蓝若若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，你这是嫌弃季小姐与你不配了。战维笑笑，我可没有嫌弃季小姐，只是我和季小姐没有共同的话题，实在聊不来就不想花时间在她身上，只能和你聊了，咱们俩才有共同的话题。你要和我聊可以，但你做得太出格了，你是在对我体贴入微，很容易让人误会的。战维一脸无辜地道，我那是对你体贴入微吗？我以为我那是客气，咱俩都那么熟了，我对你客气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其实不谈生意，咱们都走出各自的公司后，我们也没有仇怨了，当成朋友走动走动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若若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大嫂就总说说你那么优秀，脾气又好，气质极佳，明明是个好女孩子，干嘛老是针对你，跟你成为死对头，说我小心眼，包容度不够，又说我和你只是生意上是对手的关系，私底下又无仇无怨的，何必处得像仇人一样？近段时间我就好好的想了想，觉得我大嫂说的很对的，所以只要我们不谈生意，咱们就是老朋友了。我这个人对待朋友绝对的真诚，体贴入微的。蓝若若数次张嘴想反驳他，每话到嘴边又咽回去，觉得那样反驳他不太妥，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瞪着于伟好一会儿，蓝若若叹口气说道，算了，今天的相亲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，没有想到你和美珍会没有共同话题，不过人家小姑娘来都来了，咱们进去好好把话吃完，免得你说我没有请你吃饭。战维笑着，行，进去吧，好好吃饭，你要多吃点，真的瘦了点。蓝若若没有再搭理他，率先回到雅间去，见季美珍若无其事地吃着饭，并没有流露出尴尬及难过，蓝若若暗吁一口气。虽说她是蓝氏的大小姐，公司的副总裁，季美珍不敢对她怎么样，但自己身为媒婆，安排人家小姑娘过来相亲，结果相亲对象都不搭理小姑娘，一味的体贴她，这都什么事呀？蓝若若觉得对不起美珍，想着等对方工作满1年后，看她的情况，给她升职加薪。美珍，这是我们阳城大酒店的招牌菜。蓝若若笑着给美珍夹了点菜，尝尝。美珍连忙道谢，也笑着，副总，我刚才吃过了，是真的很好吃。
不愧是招牌菜，这里的每一道菜都很好吃。两个人在外面说悄悄话时，他已经将桌子上的每一道菜都尝了个遍。真不愧是阳城大酒店呀，他是真心觉得饭菜都很好吃。平时他没有那个财力来这里消费，今天借着相亲之机吃到了，回去后跟同事们吹一吹，也值得了。至于相亲结果，本来他就没有抱着希望而来，没有结果也能接受，他不会伤心难过的。想通的他得不到战总的关注，战总不与他说两句话，他都不觉得尴尬了。真要说，其实他也不知道和战总说什么，工作上的事不能和战总说，战总也不想知道，更怕自己随便说说，会不会被副总当成泄露公司秘密，影响他的前途。所以不能说工作上的事，说其他事吧。他和战维实在是不熟，虽说他见过2次战维，但战维对他是一点印象也没有的。话不投机时，半句都嫌多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开口，不说话，安安静静的吃他的饭。吃饱喝足了，相亲结束了，他就可以回去了。一顿饭吃到最后，真正吃饱的人就只有季美珍。饭后又闲聊了几句，蓝若若就带着季美珍走了。美珍还抱着战维送给她的那束花走。等上车后，蓝若若看了2眼那束花，对季美珍说道：“战维也真够小气的，初次见面只送一束几十块钱的花，战总能送我一束几十块钱的花也不错了，好过空手而来。”蓝若若笑笑，也是。她开车搭载着季美珍回公司去。美珍，今天的相亲，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战总说和你没有共同的话题，都不知道能和说什么。副总，你不用道歉的，相亲吗？就是出来相看相看，若能看对眼，就互留联系方式，继续聊下去，发展一下，看不上眼吧，也就那样，又不是媒婆的错。媒婆能安排相亲，却不能保证每次相亲都能有结果的。今天能来和战总相议回亲，已经是我的荣幸。我实在不敢奢望战总能看上我，本来我就不抱着希望，如今这个结果意料之中。蓝若若看他一眼，便又专注地开车。他说道：“美珍，你还年轻，刚开始工作，先好好工作，在事业上有了一番成绩，以后相亲或者恋爱了都有优势，至少不会被未来的婆家嫌弃。”季美珍认可地道：“那是我先好好工作，干上几年有了一点成绩，再考虑恋爱嫁人吧，反正我也不着急。加油，相信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”谢谢副总，我会的。2个人回到了公司，季美珍先下车，她没有立即往办公大厦走去，而是走向其他地方，不想让人看到她是从副总的车上下来的。中午相亲的事，公司里只有副总裁和秘书知道的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要带她去和战总相亲，副总的秘书都是悄悄和他说，就是担心相亲不成会影响到他的声誉。大概副总裁也猜到相亲不会有结果的吧。蓝若若后面下车，却最先进了办公大厦。她直接坐电梯上到自己办公室所在的楼层。秘书已经来了，见到她回来，一脸八卦地看着她。蓝若若好笑的道：“还没有到上班时间，给你10分钟的八卦时间，进来吧。”秘书嘻嘻的笑，跟着蓝若若进了办公室。办公室门一关上，他就着急地问：“副总，相亲怎么样？有没有希望？傍晚的那场相亲还要不要安排？”蓝若若在待客区的沙发上坐下来，秘书很有眼力劲儿，赶紧去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喝了半杯水后，蓝若若放下了水杯，说道：“怎么可能成功呀？一点希望都没有。除了刚见面时打声招呼，战维就连正眼都不看人家小姑娘一眼，叫他给小姑娘加点菜。他说不知道人家喜欢吃什么，不好夹菜，话也不和人家说，搞得我这个媒婆很不好意思。我看他9成9是不想相亲的。”
就是想找个借口折磨我，给他安排相亲，陪着他相亲，真的是一种折磨呀。我宁愿处理一堆文件，也不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。秘书笑道，我也猜到是这个结果的了。战总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，怎么可能轻易就看上相亲对象？这么多年来，那么多的女强人倒追战总，都没有结果呢。咱们给战总安排的相亲对象只是公司里的新员工，又是普通员工，战总哪能看得上？蓝若若叹口气，我现在才回过味来，当初就不该和战维签下协议，感觉跳进了一个大坑里，被他坑得死死的。明知道被他坑了，却无可奈何，都怪我那晚喝醉了，喝酒误事呀。以后我都不会再醉，顶多就喝2、3杯。汲取教训，蓝大小姐是不敢再放肆的喝，就怕又喝醉了，惹下大祸。秘书安慰的道，副总就当作是每天请战总吃2顿饭了，相亲就是顺带的事，反正战总也不是真的想相亲的。以战维的条件，根本不用相亲，只要他愿意给别人一个机会，多的是想嫁他的女强人，就算不安排他相亲，我也要请他吃饭，欠他的呢。都不知道最近走什么倒霉运，我次次都输给战维了。不行，这个周末我得去拜拜神，求求佛保佑我不被战维坑。秘书扑哧的笑了，副总，你不是一向不信鬼神的吗？你说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想要什么都要自己去努力才能得到，不要相信什么神神佛佛的，真有那么厉害的神佛，所求必应，大家都不用努力了，个个去佛面前许愿，要什么就有什么了。蓝若若说道，本来就是这样，我们想要什么就是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，老天爷不会亏待有准备的人的。趁现在还没有上班，你再去帮我选一个相亲对象，傍晚带着他去和战维吃饭。秘书笑道，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副总也别郁闷了，这件事咱们都知道不会有结果的。蓝若若摆摆手，示意秘书去帮他这个忙。他不好意思说在相亲时，战维不搭理相亲对象就算了，还对他这个媒婆体贴入微。秘书出去后，蓝若若身子往后靠在沙发上，望着天花板发呆。手机响了，蓝若若拉回飘远的思绪，掏出手机看了一下，是哥哥。他接听，若若怎么样？中午的相亲。蓝若若说，哥哥蓝大总裁，你很闲吗？这种小事情你都记着问结果，又与你无关。蓝东晓嘿嘿的笑，哥很忙，忙得很，不过再忙也要喝杯水的，我就是借着喝杯水的时间八卦一下，哈哈，哥哥是真的好奇吗？想想就觉得有趣，你和战维可是死对头，给死对头安排相亲，你有没有觉得坐立难安？有没有在绞尽脑汁搜刮战维的好，说给相亲对象听？这是若传出去，让阳城的那些娱记知道了，哈哈，绝对的头版头条呀！蓝若若一脸黑，我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的，若是传出去，必定是战维说的，或者是大哥说的。蓝东晓喊冤，我怎么可能说出去？我是你大哥，跟你是一路人，战维才有可能说出去，是吗？我总觉得大哥是站在战维那一边的，巴不得我和战维会被报道成了绯闻对象。蓝东晓不承认，你说了，你和战维不可能。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所以哥是站在你这一边的，绝对不会站到战维那一边。咱们可是亲兄妹，战维是外人呢，我怎么可能不帮着自己的妹妹帮一个外人呀？蓝东晓不敢让妹妹知道，在妹妹和战维吃饭之前，他就先和战维聊过了，还暗示战维要做出一点牺牲，才有机会和蓝若若在一起，更是暗示战维应该送点礼物给蓝若若，开始明着暗着追妻才行。这件事若让妹妹知道，
暂时还是瞒着吧。